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区域拒止原本是中国为了防止域外势力介入中国台海局势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战略战术。那么这个名词呢，也并不是我们起的，是美国人给它定义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能够击沉航母的东风26和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系统再配上我们国家先后开发成功的空射型、箭射型和潜射型反舰导弹，从而呢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航母战斗群从此就失去了在近海对中国的威慑力，甚至是在2000公里范围内，美国航母战斗群呢都已经难以对中国构成威慑。那么一旦它的航母战斗群距离中国海岸2000公里，那么它的舰载机即使是起飞了，也够不着中国大陆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对其他国家可能有威慑，但是对中国而言，这种威慑力就要大打折扣。那怎么办？为了对付中国的区域拒止能力，美国人呢又开始想招了。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1号的报道，美国国防大学教授、中美关系和海洋战略研究所的伯纳德·科尔称，美国和其盟国需要借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思想来对抗中国的航母。也就是说，他现在要学中国的做法来对付中国的航母。他认为，中国未来装备的航空母舰数量可能至少在6艘以上，而美国航母在亚太地区呢将面临生存困难的问题。他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同样可以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也就是美军称的2AAD 战术，对中国的航母及大型水面舰艇构成威胁，使他们在某些水域的自由活动变得危险。科尔还特别指出，航母已经是过时的装备了，在海上部署空中力量最好的方式是用无人机。美国也应该发展陆基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武器，在中国海军的必经之路上呢加以部署。我们暂且不讨论他在航母上配属无人机的新思路，就来谈谈他所提出的美军应该采用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它所面临的难题有多大呢？首先，它需要发展中程弹道导弹，而美军现在的中程弹道导弹数量基本为零。那么要开发出一款适用的中程弹道导弹，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然后才在这种中程弹道导弹的基础上改型发展反舰弹道导弹，这恐怕会面临巨大的技术困难和风险。何况要建立一个反舰弹道导弹的体系，不仅仅是有了导弹就完事儿了，还需要开发一整套的侦察、监视、指挥、引导系统。那么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呢，有没有可能也发展出类似的武器呢？可以说基本上不可能。何况这些国家目前也没有这方面的诉求。第二呢，美国在第一岛链上部署中程反舰弹道导弹，还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他把这些导弹部署在哪里？第一岛链除了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外，它很难找到配属中程弹道导弹的基地。它即使是把这些基地配备在日本的冲绳等地域，难免会遭到我军近程、中程、远程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机的打击。那么如果美国在第二岛链上部署反舰弹道导弹，比如说把这些
新开发成功的武器系统配备在关岛上，但是也很难逃避挨打的命运，因为关岛的军事基地过于集中，又没有战略纵深，因此这些导弹的部署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很难移动。如果放在第二岛链的其他小岛上，那更不可能了，因为这些小岛保障能力有限，再加上你部署完成之后没法机动，也会成为挨打的固定目标。当然，从理论上讲，它一旦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上部署了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反航母的这些导弹，有可能呢和中国达成战略平衡。那么双方都以反舰弹道导弹作为后盾，具备攻击对方航母的能力，那么就有可能谁都不能抢先动手。那么这样的一个平衡和冷战期间的战略和平衡有些类似。那么有可能呢，双方在第一时间都不会使用弹道导弹攻击敌方的航母。另外呢，这名美国专家他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其实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忽悠中国放弃发展航母。既然航母现在已经过时了，美国都准备放弃了，那么中国开发自己的航母还有什么价值呢？实际上，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还是印度也好，发展航母或者是维持一个足够的航母编队数量，应该说还是这些大国坚定不移的发展目标。因为航空母舰更多的时候不是用于作战，而是用于威慑，通过威慑的手段而达成它的军事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段，你就很难取得在局部地区的制空权、制海权。那么如果没有空中优势，远洋作战能力就会受到大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讲，目前还没有一种大型的海上平台能够取代航母的地位。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